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空间虫洞修复好后，罗成建议萧炎他们再多等一段时间，会保险一点。不过萧炎迫不及待的想要立刻赶去中州，罗成拿出一艘造价不菲的空间船送给他。小医仙帮了他们大忙，一枚6阶魔核还是他们占了大便宜，这艘船就当做是他们的谢礼。空间船的飞行速度非常快，只要20天左右就可以抵达中州。在空间船行驶了第16天的时候，船身的稳定突然被打破。罗家这边的空间虫洞虽然修复好了，但另一边的空间壁却没有完全修复好。空间壁的淡化很容易引起空间风暴，而若是被风暴扯进虚无空间，除非是斗尊强者，否则很难逃生。小医仙用斗气将整个船身包裹，飞速前进。就这么提心吊胆到最后一天，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，一股异样的风啸声让他们几人脸色变得异常难看。一个由淡银色的空间之力形成的风暴将通道堵死，新兰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。没想到最倒霉的事情还是出现了，他强压住心中的恐惧，现在他们只能强行从风暴中冲出去。按照他的猜测，他们应该距离出口不远，只要到达出口处就可以脱离空间风暴。萧炎让小医仙护住船身，他来控制速度。一条10几丈庞大的灰紫色能量巨蟒将船身包裹，但周围的空间撕扯力实在太过恐怖，能量巨蟒的身体很快也开始出现虚化。紫妍听到萧炎让他帮忙，迅速使出秘法，将实力提升到极致。再度变身的紫妍凝聚出一头神奇的兽魂，抵御空间风暴中的撕扯力。有紫妍的帮助，小医仙压力骤减。就在萧炎3人咬牙坚持时，新兰终于看到了出口。就在他们几人惊喜时，一股异常恐怖的空间之力狠狠地撞击在船身上。如果不是小医仙拼命维护船身，空间船恐怕当场就碎了。在空间风暴恐怖的吸力下，空间船的速度迅速慢了下来。萧炎很清楚，空间船一旦被拖进后方的空间风暴，他们一行4个都别想逃生。但他刚加速，风暴中的吸力也暴涨了许多。萧炎双眼赤红，让紫妍来灌注斗气加快速度，而他自己则是直接飞到了船尾的位置，直接将空间船硬生生地推了出去。眼看空间船顺利出去，萧炎心中松了口气，而后拼命煽动古意，将3000雷动发挥到极致，疯狂逃命。但就在萧炎接近通道出口时，一道空间之力打在了出口上。此时萧炎感受到身后空间风暴中增强的吸力，他连忙一头撞进闪烁着银芒的出口。小医仙出来后发现萧炎不见了，心头一凉。新兰看到地面上那些闪烁的银色符文后松了口气，他告诉小医仙他们，萧炎也顺利从空间通道出来了，只是最后关头空间通道的位置被改变了，所以萧炎现在应该是随机被传送到中州某个地方去了，具体所在何处他也不知道。此时的萧炎满身鲜血地躺在沙漠上，宛如一具尸体。他的身体被空间之力狠狠地摧残了一遍，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。萧炎小心翼翼地吸收天地能量，有力气之后赶紧拿出一枚丹药送进嘴里。吞下丹药的他很快又再度昏迷过去。萧炎再度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一辆颠簸的马车上，他身上的血迹已经被擦拭干净，换上了一套粗糙的麻布衣衫。一个体型壮硕的中年男子掀开车帘，他就是在大漠中救下萧炎的人，韩冲。韩冲是天北城韩家的一名执事，韩家的车队正好有任务从北荒漠路过，发现了在草丛中昏迷的萧炎。萧炎向韩冲打听到，他们现在是在中州北域，离中心区域的丹塔距离很遥远，就算是乘坐空间虫洞也要多次转乘。萧炎靠着车壁，如今他最重要的还是先将伤养好。好在距离丹塔的丹会还有很长一段时间，等他伤势痊愈后，还能在中州走走，打听一些消息。萧炎有力气爬起来下车走路的时候，已经是2天之后。好在这次他伤的只是肉体，灵魂力量并未受损。萧炎下车的时候，韩家的车队正准备扎营休息。这支车队的效率很高，不到半小时，山丘上就出现了很多帐篷。萧炎因为身体虚弱的缘故，并没有干什么活，而是找了个地方坐下休息。他的目光扫向这支队伍中实力最强的一辆马车，那里有一道达到3星斗王的气息。在他关注间，紧闭的马车缓缓打开，一名身着紫色衣衫、带着丝丝冷漠的女子下车。
不知为何，萧炎总感觉这人的脸给他一种熟悉感，但他也很肯定这是自己第一次见他。出于礼貌，萧炎想要站起来和他打招呼，可惜他的身体很不给力，虚弱到连站都站不起来。这名女子名叫韩雪，她告诉萧炎，韩家的车队不养游手好闲、无所事事的人。她希望下次萧炎哪怕就是放个栅栏，也不要坐着不干事。见萧炎态度很好的点点头，韩雪给了萧炎一瓶疗伤药，她让萧炎好好表现，到了天北城可以让他加入韩家护卫队。另外，明天要经过妖蛇夏蟒的地盘，他让萧炎好好躲着，不要出来。晚上，萧炎从韩冲那里得知，他们明天会经过一处叫做万蛇峡的地方，那里是一头吃过妖化丹的6阶魔兽妖蛇夏蟒的地盘。夏蟒虽然只是刚刚斗皇，但一般就连斗皇巅峰都不愿和他纠缠，因为他可以控制万蛇峡所有4阶以下的毒蛇，因此这么多年他一直霸占着那里。经过万蛇峡的商队每次都要缴纳不少过路费才能顺利通过。另一天，韩家车队静悄悄地进入万蛇峡的地盘，萧炎靠坐在车内，身后突然响起韩冲低低的声音。韩冲拜托萧炎，到时候要是真的出了什么情况，希望他能带韩雪走，若是没有韩雪在的话，花点钱的确能从万蛇峡离开，但夏蟒这条蛇见到漂亮女人就像发情的畜生一样，所以韩冲很怕到时候出什么意外。萧炎心头恍然，让韩冲放心，大家都不会有事的。就在韩家车队穿过峡谷中部，看到峡谷出口时，夏蟒带着无数巨蛇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韩冲连忙将他们准备好的过路费交给夏蟒，夏蟒收下后让他们离开，随后指向韩雪所在的马车，说车里的人得留下。韩冲搬出韩家后，夏蟒怪笑着说，韩家的老家伙他是打不过，但打不过他可以跑呀，而且只要他们全部留下，谁会知道是他对韩家出的手。就在双方即将动手时，靠近车队的毒蛇全都化为一团火球，瞬间烧成灰烬。夏蟒目光有些迟疑，但却不甘心放韩雪这种极品货色离开，他再次命令手下发动攻击，却依旧瞬间化为灰烬。夏蟒目光微微扫动，不知是哪位高人在此。萧炎隐藏身份，苍老的声音响起，让夏蟒10息内不滚就死。夏蟒面色阴沉，一边说今日给他这个面子，一边以极快的速度朝着韩雪抓去。但就在他靠近韩雪时，被一股无形的能量撞击震退。夏蟒终于知道自己惹到了不该惹的人，他掉头就走，狼狈地逃进了山林之中。从万蛇峡出来后，整个车队都陷入一种劫后余生的狂喜。萧炎得知距离天北城还有6天的路程，悄悄松了口气。6天时间，他的伤应该能痊愈大半。在这几天的修炼中，萧炎惊喜地发现，在经过空间风暴的摧残后，他的斗气中蕴含着一丝只有斗宗级别才能操控的空间之力。在第5天扎营时，韩雪收到韩家的飞鸽传信，韩家的信上说，洪家最近打算对韩家出手，让韩雪他们小心一点。洪家是天北城实力最强的家族，他们一直想要吞并韩家，成为天北城真正的霸主。而洪家的家主想要让韩雪姐妹俩一起嫁给洪尘，借此一举吞并韩家。洪家之所以敢这么肆无忌惮，就是因为傍上了风雷阁。果然，韩家车队在即将进入天北城地狱时，遭到了洪家的拦截。洪家想要抓走韩雪来威胁韩家，他们派出了2名4星斗皇左右的长老出马。不过可惜有萧炎在，洪家的算盘根本打不响。萧炎欠了韩家人情，自然要保韩家车队平安。他让洪家长老离开，毕竟以他们的实力是不可能在他面前抓走任何人的。洪家的2位长老当然不可能放弃，但他带来的人在靠近韩家车队时突然顿在原地，身体全都变得火红，鲜血狂喷，倒地不起。见状，洪家2位长老亲自朝着萧炎动手。萧炎轻轻松松的就将他们俩的合力一击吞噬掉，随后袖袍一挥，碧绿色火焰直接将他们打伤。眼看打不赢萧炎，洪家2位长老就准备跑，萧炎直接抓住他们俩，丢给韩家的人处置。萧炎高手的身份一揭开，就被安排和韩雪一个车厢。韩雪得知萧炎到了天北城之后就要离开，连忙说想请他帮个忙。
萧炎知道他指的是韩家和洪家的事。面对韩雪的恳求，萧炎觉得十分头痛。以他目前的实力，他并不觉得自己能和洪家以及风雷阁抗衡。韩雪见萧炎不愿意插手，不仅许诺丰厚的报酬，还说愿意成为萧炎的侍妾，只求萧炎出手相帮。他的话把萧炎吓得够呛，连忙拒绝侍妾这个事情。萧炎在丢下一句自己会考虑帮忙之后，火速逃离这个车厢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